全世界的稀土的储量是1.2亿吨，中国大陆就它的储量是4400万公吨，你看就占了1/3。全世界最大的兵工厂在哪里？在美国。发动机所有通知设备、通电的设备、无线电都要有稀土，那我是不是就掐你？美国包含日本的都希望回收稀土，发动机报废了，是不是？这个无线电装备报废，里面有稀土，我们把它炼出来。你回收那么多稀土，还是要回到中国大陆去买。好，进入到5月份，接下来5月中的重头大戏就是这一场西川会准备要举行了。其实呢，现在在西川会正式的举行之前，各方中美的双方都已经开始亮剑了。今天我们特别来关心到是在中国大陆的方面祭出了它的新武器那就是包括它的这个王牌，它的稀土，说掌握了美国1.2兆的经济命脉，它会怎么做使用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大豆议题了，美国到现在苦等不到原本川普说的中国大陆答应要买的这个订单现在美国大豆农可是哭惨了。好，今天呢，我们先来关心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析。川习会前，大陆抛出了稀土全球的垄断招数，还有呢，他说他新增了225个中大型的油气田，等于说现在在能源跟关键矿产上面，他都已经全部布好局，并且加码了，掐住了美国在1.2兆美元的这个稀土产业链。这一场谈判，美国还有多少筹码，能不能对等出牌？等一下我们就会一起做关心。第二件事情刚刚讲了嘛，这个中国减少了对于美国的大豆进口。而且呢，减少幅度高达了83%，转去了哪里了呢？转到了巴西去了。所以呢，川普说呢，原本中国答应他的4000万的采购，现在等于是落空了。接下来，美国川普如何面对他的农民呢？第三件事情是中国大陆的另外一招减少对美国大豆的使用的方法，就是让猪农开始调整给猪吃的饲料配方，换句话说，已经少吃大豆了，改吃其他的粮食。在这样的之下，美国大豆还有没有回转空间？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看到川习会5月中要举行，在昨天这几天中美元首的这些最高层领袖已经开始交火对话了。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跟美国国务卿卢比欧通话，中方指出，王毅提及台湾问题将会是接下来中美之间的一个最大风险，呼吁美方要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决定。另外，在财经方面，我们看到何立峰跟贝森特也通话了，一起关切的就是在于这个对华的经贸限制措施。政治方面，我们可以说是火花四射，但是我们看到在实质领域上，大陆则是祭出了各种王牌。首先，第一个王牌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谈的稀土。大陆的资源部这边讲了，他说现在包括稀土在内，一共是14种的矿产储量，以及17种的矿产产量都居世界第一，而且呢，他们现在还有发现了225个中大型的油田以及气田，等于掐紧了美国的重要1.2兆美元的稀土经济命脉，占美国 GDP 的4%。而7种稀土当中，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报道。他说，7种稀土当中，光是这前5种稀土产量更是接近了100%。那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张将军怎么看了？去年中国管制稀土让美国求挠，那么稀土这一次能不能中国靠稀土让美国认输呢？尤其是在这个美伊战事里面，有看到美国的武器消耗非常多，稀土的用量恐怕会需求越来越大。那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稀土是中国大陆的优势。因为中国大陆以前有一句话，这个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那美国稀土获得的数量，决定了美国军工的总产量。我们知道，包含发动机都要稀土包含通信设备、资讯设备，还有一些这些我们所讲到的电站设备、电子设备、光伏设备。通通都要稀土，包含我们讲医疗用的这些器材也要有稀土那为什么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稀土它有优势？全世界的稀土的储量是1.2亿吨，那中国大陆就除了就是它的储量是4400万公吨，你看就占了1/3。
1亿2千万4400万就知道占1/3。但是我们现在看生产量，这个问题卡在生产量。对，生产量，中国大陆在去年2025年，中国大陆生产了27万吨的稀土出来了，这些你们都要的啊，这些山啊、者啊、主啊、这些坑啊，都是你们要的，总共27万吨，27万吨占了全世界的需求量的70%。你这个其他的所有的你刚才讲到的，包含巴西、马来西亚、越南、俄罗斯，通通加起来，你们通通加起来只占30%而已。你就知道是集中在中国大陆。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稀土的开采的工具装备，中国大陆是领先的？而且要知道，开采稀土是有环境污染，甚至开采稀土会有放射线哦。这个都要做把关的，不是说哦我来挖就挖了，有放射线你不要得癌症了，我跟你讲。放射线把你的细胞变成病变哦，你不要不知道哦，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技术上已经控制，所以它储量最多，产量也最多。好，那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兵工厂在哪里？在美国。我刚刚讲了，发动机所有通知设备、通电的设备、无线电都要有稀土，那我是不是就掐你？因为我刚刚讲过了，美国的稀土的获得量决定了美国的军工的总产量。你稀土来的少，那你就做那么多了。那现在有个问题卡在这个地方。因为包含美国、包含日本的都希望回收稀土，就是说，这个发动机报废了，是不是？还有那个这个无线电装备报废，里面有稀土，我们把它炼出来。但是问题是，这 reuse 啊，就 recycle 啊，缓不济急。你回收那么多稀土，回收的就那么多，对，那你还是要回到中国大陆去买？那中国就是卡这个。所以我认为这一次5月14号，川普到中国大陆访问，一定会谈稀土。你宽一点，因为我们这边呢，生产设备、人力都没有问题，但是原料没有。我们知道生产一定要有原料，稀土缺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认为不是光谈大豆啊，还有贸易的问题，稀土问题绝对也是台面上的一个主要议题。好，稀土问题会成为这次川习会的重点哦。那么中国现在因为刚刚说了嘛，掌握了原料，还有这个整个的产量跟技术。那美国呢，也在这个时候赶快希望能够上紧发条，来在稀土方面去中化。那他做的方法就是在美国自己的本土建立一个稀土的加工厂。另外呢，在其他国家也有布局哦，在马来西亚跟巴西也盖了稀土精炼厂。他的目标是在明年2027军工稀土可以全面不依赖中国，真的有可能吗？那研究机构也示警了，说真的要摆脱中国，你要10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做得到。另外再来看到是其他西方国家，现在德国跟英国也说了，我们一起来合作建这个稀土的开发。那代表现在包括从美国到欧洲国家，好像都可以看大陆的脸色吗？厉将军怎么看？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以美国科技这么先进的国家，居然它没有稀土？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反而中国有稀土，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个是要从2015年开始说起，因为稀土的提炼是一项就像是张将军刚刚讲的，是一项高污染的工作它必须要用这个工业酸来稀释，然后才能够从中来萃取出来那像这种脏活，平常讲美国人自己不做当然我们都知道稀土其实它不稀了，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大家记不记得，在这个俄乌战争，川普最早的时候跟泽伦斯基所提出来的条件就是你要把你的稀土的矿产给我。所以包括到乌克兰，包括到我们知道澳洲甚至于说是这个越南都有产稀土。可是重点在提炼。那美国从2015年以后，他认为这是高污染的脏活，他又不做。那我跟中国买就好了，中国有炼我就跟他买。但是没想到这10年下来，他这个技术完全断层。但在这10年的过程之中，中国不断的精进它稀土提炼的工程，所以到现在我们讲说是稀土又有分重稀土跟轻稀土。那现在你刚刚讲的说有一些有一些国家有些厂商他们也可以提炼稀土，可是你要注意到他们提炼的是轻稀土，重稀土在技术提炼上面它还提炼不出来。其中我们刚刚讲这7种重稀土里面前面那5种这个三杂特摘硫几乎都是中国100%要中国才能够提炼出来。那对美国影响有多大呢？今年这个当然去年这个中国大陆跟习近平跟川普在这个韩国会谈之后中国有解封了，就是让有些稀土可以出口到美国。那对川普来讲的话，如释大负。那当然美国也释放出一些善意，譬如说在关税方面就不敢再对中国
做这个卡脖子的卡关哈。但是中国释放的毕竟是有限的，它还会管制，所以美国就想说自己来采购它必要的。那现在由谁来采购呢？我跟各位讲一个数据哈，是五角大厦出来采购。五角大厦跟澳洲的一家叫做莱纳斯公司哈，采购了9600万美金。你看这么庞大的金额，而且是由军方来采购。为什么由军方来采购呢？因为它就是用在军需的工业上面嘛，包括不管是飞机的发动机或导弹的性能，或者是电子战装备等等来讲，所以由五角大厦来采购。可是为什么要跟澳洲这家纳西莱公司采购？因为他认为澳洲不是属于你中国的。那澳洲这家公司在哪里提炼稀土呢？在马来西亚生产。好，大家想说，那就不就是这个绕开中国大陆了吗？他买的也是中芯，可是大家忘了，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后面真的是在主导的还是中国大陆啊。所以如果中国大陆这个技术、这个配方不给马来西亚这家这个在澳洲在马来西亚设厂这家澳洲纳西莱公司来讲的话，他们还是做不出来。所以回归到原点，你这个东西就是绕不开中国，尤其是后续来讲，可能还有很多专利的问题。就算是你美国要设厂，那你这个专利问题还是绕开不了中国大陆。所以人家说这个稀土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王牌之一。刚刚我们看的是稀土嘛，怎么样都绕不开中国大陆。那第二件事情，其实也是美国最担心的，就是大豆。川普说的这个中国不是之前已经答应好我了吗？说他要购买4000万吨的大豆，他当时呢还鼓励农民说，中国要买了，你赶快去买更大的拖拉机来用吧。结果呢，川普话这个说完，我们看到中美双方都没有证实这一项消息，而且呢，数据直接打脸的就是中美贸易休兵后，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2月份，中国自美国进口大豆只有148.9万吨，年减幅高达83%，而中国去跟谁买了呢？跟巴西年增幅82%。再来一个重点就是大陆现在让他们的猪只改不吃大豆了，吃其他的粮食那么现在美国农民恐怕是笑不出来了。苑老师怎么看？这个非常有趣啊！这个是两位将军讲完了稀土以后，我在讲大豆。这个大豆到处都有啊，所有的东西买卖关系主要是看供需。供给跟需求之间，主要价钱就是供需之间的平衡，这就叫价钱。那么你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奇货可居啊，你非要不可。比如说台积电的这种超高级的芯片啊，你非要不可的话呢，价钱越高，人家也抢着买。那稀土这边的涨价也有人抢着买啊。大豆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啊！大豆呢涉及到3方面。首先，第一个呢，大豆基本上呢没有任何技术性可言啊。像我们这个北方人的话呢，老早东北就有大豆啊，大豆不稀奇。大豆的话就是也不算美国机械生产量很大。再加上基因改造，这个我们没话讲。但是呢，这个大豆你刚刚看那个数字非常清楚，就是不从美国买，就从巴西进口。这个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策略。然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豆农本身呢，这个人数啊，终究是很多的。美国地也很大，大家知道，美国像艾欧瓦或者说是这个凯罗来纳那种大豆田的话，哇不得了啊！那个就用飞机施肥啊，用飞机来这个叫杀虫啊什么的。那么这些量呢非常大，那么这些人数也非常多，那么他们会直接影响到这个川普的这个选票，那么这第2点原因。那么这个第3点原因的话呢，大陆为什么要进口这么多大豆呢？就我们吃不了这么多豆浆的，我们榨的这个大豆油也是有限的，主要是给牲畜用的一个肥料啊，吃的饲料啊，不是肥料是饲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对大陆的改变呢，我告诉大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没有科学做不出来的东西。你朝这个方向的发展，那大陆的工程师当中有很多农业工程师啊，他们就会觉得说，因为现在的话呢，你养猪啊要配合现代人的兴趣，以前的话呢，我们都会觉得。我讲到猪肉的话，意大利的1:6猪肉是吃那个珍珠子的那个的话呢，对大家来讲的话呢，那就是没有取代品，所以卖得很贵。那大陆现在的话呢，突然发觉说，我们要养猪的时候，大家光吃肥肉没人要了。对，现在的话呢，猪要养得瘦瘦的，又不吃瘦肉精，那自己可以养得出来。如果说这个饲料的方面做了大型的突破的话，那大陆对于大豆的需求量不会这么多的时候，那大豆反过来变成一个钳制美国的武器啊。那么大豆可以武器化，就像美国拿了芯片武器化一样啊，是这个道理啊。你都要是打蛇要打7寸啊，打美国就要打他的选民啊。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让那个川普感觉到压力奇大无比。那其他还有别的东西，像波音的飞机啊什么的，那自己都能造的话，如果你的供需不能够维持你的独特性，那你必然是要完蛋的。好，我们持续关心到的是中美之争，在这个川习会之后，没有想到真正的大戏才刚开始。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习近平的战略布局，一手呢买大豆来设局，但是另外一手反逼川普吞下港口费，还让美国背上了20兆美元的定时炸弹。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来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的。确实哦，这一招习近平下的蛮绝的。表面上说要美国呢来开始我们中国跟美国买大豆来装和气，但是其实是在挖坑给川普跳吗？因为美国的大豆经过税后，竟然还是比巴西的大豆贵了13%。大家在看说，中国是真的有想买美国的大豆吗？还是呢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再持续的逼川普再让步呢？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中国方面是以贸易为杠杆，逼川普暂停的港口费。就在此刻，美国工会也跳出来怒批了，川普你这样子对中国让步，是出卖我们的造船业。那么大陆等于是反掌握了航运的话语权吗？最后我们来关心到的是，最高法院持续在审理有关于川普的关税是否有违宪的这个问题。那么最新消息呢？川普的关税如果确定是违法的话，美国得多吐回20兆美元的金额。川普说了，这对国家来说是安全上的大灾难。因此呢，他另外一头持续发2000美元的大红包，希望能够救自己的民调，真的能够做到吗？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在川习会之后，大陆的动作非常的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背后有哪些杀招？今天我们首先看到第一招，就是由中国海关总署最新的宣布，要恢复3家美国企业的大豆出口的资格，并且解除部分的木材进口的禁令。那么也会停止加征10%的关税。但是重点来了，中国对美国大豆的关税还是有13%，等于说巴西的大豆价格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专家不预期中国接下来会持续向美国来购买大豆，真的是这样吗？大使怎么看习近平这一招是要逼川普再做更多的让步吗？怎么看？其实他们这个外面的报道，他们的协议基本上它有一个时间跟量的一个协议了，也是中国大陆要在最后2个月至少才买1200万吨嘛。那这是一个数目，我想也就美国人来讲，他一定会有这种期盼，或者甚至有要求，双方应该有默契，所以大陆决定买美国的大豆，应该是一个政策性的决定，那也会有政策性的进口。那不过你进口商当然不可能让你去赔钱啦啊，不过就变成就是说，我想政府一定有政策会让这个对美国方面的谈判的一个结果获得落实啊，不可能说都谈好了，川普也在外面讲了，就2个月以后说一颗大豆都没买啊，那对习近平来讲话，他也很难对外面这个尤其对美方他展现出这个所谓的他的气魄嘛，对，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基本上还是会尽量的落实可能落实中间会有很多的问题出来，那这些问题还需要双方继续去谈。那我对美国的这个大豆农夫来讲，大豆是不能等的，有些你要收还是不收的，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决定的话，对川普来讲是没有帮助的，因为现在很多大农他的豆子还在田里面，马上开始下雪了，你这些收还是不收？对。然后呢，你收了这么多，你还没有这么多地方可以储存呢。上次他已经那个豆仓年久失修都爆了，所以他这个是相当急的。那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的问题，基本上都要从源头开始，因为领袖决定的事情，下面才去怎么样，才去执行。所以他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说，我们是在执行，我们来检讨我们执行上一次中美元首会谈中对于双方贸易的一些原则性的决定的执行方案。所以他们常常3个月有句式，就是如果说元首讲好的话，下面就是要执行，问题一定会有。可是呢，我自己认为就是说，既然是解决双方贸易都有让步的话，那这是中国大陆对美国的一个等于一个让步。那么美国的话，事实上话，他也做了蛮多的。他本来对中国大陆所有的这个商船，
中国制造商船，它都要争港口捐呢。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现在美国就把这个退了，所以双方各有让步。那如果说在执行上出问题的话，我想会出现很多纷争的。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个既然是双方的承诺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一定会去做到。而且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我看过去的资料。这个大豆不仅是只是食用的问题了，就是说当做让民众饮食，它也是制造生质柴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料。是，所以既然就是说当做能源的一个来源的话，我想这些量的话，对中国大陆来讲要消化的不是问题。好，这一场中美之间的关税战，在 APEC 之后，我们看到中方是立刻做出了一些初步的让步，在大豆上跟美国开始做一些的购买。那么美方则是在港口议题上对中国大陆来让步，双方稍微都各让一步。我们持续来看到，确实现在白宫呢也最新公布了跟大陆就经贸关系达成的最新情况，也就是呢，在2025年今年的最后2个月，中方会购买1200万吨的美国大豆。那么明年呢，一直到2028年，也说了中方会购买不少于2500万吨。当然了，习近平就说了，我们买这么多的大豆，总是要有船来装吧。刚刚说了嘛，这个2年之间，2026到2028不少于2500万吨，他就说了，至少需要150到170艘的巴拿马型的散装船才能投入啊。那么运力需求呢，预估会提升大约8%到10%。因此，我们就看到了，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美方决定要暂停对于中方的相关的船只港口费的审查，也搁置了这些针对造船业跟海事的双方的调查，为期时间长达1年哦。那同时间呢，这样子的一个让步一出来之后，美国的工会尤其是钢铁工会就怒批川普，他说：“川普啊，你出卖了美国的造船业，让中国可以继续的垄断在海运跟造船领域。”上志哥又怎么看？首先讲一下这2天的大豆啊，这2天在美国的亚特兰大的这个一个农业的一个机构哦，就这2天，然后呢，大举的对于中国大陆嚷嚷说，你如果没有在2026年购买2500万吨，我是指就明年哦，他就说美国应该要继续发起关税战，这是农业的主持哦，就现在才开始，中国大陆要恢复采购大豆。民间机构里头这么嚣张的也还是有啊，所以这里头其实也引起大陆很多网民当中很愤慨。是，但我们要知道，其实中国大陆的采购大豆，它不是民间采购，它是国家采购，是中粮这家上市公司、国企上市公司统一采购的。所以目前知道的，比如说包括我们知道说先前说100多万吨的，已经确定有订单的，人家也不是傻傻的就买，单这100多万吨是12月采购1点。2月跟3月陆续采购1点，要确定说至少这3个月美国有信守川协会的承诺，所以人家就很聪明了。当然，就如同刚刚讲，我们过去现在川协会觉得大豆这个小猫咪更不占这个部分，有什么好特别谈？为什么要谈？就刚刚其实思敏提到的，因为大豆跟农民有关，运输大豆就需要船运，而船运这一点刚好就可以打破美国先前禁止中国船只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困局。所以我们现在终于搞清楚了，原来大豆中国让步是因为用这个来突破有关于美国方面船运的这个技巧，所以这个谈判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回到船运，我们就讲说，其实美国各方面来讲，早先其实是因为以军工业为主，他们要跟南韩，要让南韩帮他们造军舰这件事情，跟包括其他可能潜艇跟军工业的部分，让美国方面的钢铁业的部分非常非常生气。所以这股怒气其实是延续下来的，最初是这一点，就那么大的订单要造，难道我们美国工人没有办法造这些船吗？而且这个订单都是上百亿的美金的部分的订单呢，所以延续到现在，我们看其实大豆这个船的本身只是这股愤怒当中的延续而已哈。所以这里头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其实就是在旁边看。那终究是你美国政府之间的问题，而且很多可能是出气筒是出去到南韩。那中国大陆的船运因大豆运输跟相关的船运这个关税只是边缘的这个小猫咪而已了啊。不过我们必须得说，这里头非常值得注意的部分是，中国大陆的这些让步，为什么在川协会之前那么样的强硬，包括稀土的强硬，为什么川协会之后感觉起来好像大松懈？是先前是装的吗？
我想只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其实现在对于中美之间不能只看眼前谈判的结果，在研究川普政府、研究共和党、研究美国整体的对中国的部分的长期竞争，尤其涉及到制裁战。这个部分来讲，其实中国大陆长期的战略，有时候前面很紧，川习会松一点，可不是让步哦，而是在松紧当中来了解美国在处理各种的制裁有哪些牌，感觉起来牌要丢光喽，而且这里头松松紧紧的面对，其实看美国的反应，果然你看贝森特回去没2天就在那边就是很不安，会有很多狠话就出来了，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中国大陆在寻求长期对美制裁战，比如未来如果两岸战争或等等的，也会有制裁战。他把后面的制裁战拿到先来演练，把美国的牌全部逼出来。这是我们再看现在大豆跟船运当中背后深层的意义，大家要同时了解。好，那这一场中美之间的关税战，大家在看说，不管是大豆或者是在造船业，美国民众的感受就是说，好像美国也没有大赢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川普的压力除了来自于外部的这些议题之外，现在大家就在看说，你一直主打的这个关税战，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也没有大赢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最高法院啊，持续在审理有关于川普的对等关税的政策。那么最高法院认为他有违法啦，但是呢，现在确定的事情是，如果一旦确立真的败诉的话，美国就必须要退还20兆美元的关税，再加上投资的收入。川普说了，如果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对于国家安全来说是一场灾难。所以他另外一边，我们也看到他，因为他的民调大跌哦，他在计划要抛出关税红利，也就是说拿到的关税会发给每一个人，除了高收入所得者，那么2000美元的一个收入，这样子就能够安抚民心吗？那如果这个关税政策翻车的话，20兆美元要退回来，是否如川普说的危及国安？干哥怎么看？不会啦，其实我跟你讲，川普还有另外一招，他有 B 计划嘛，对不对？但是他在任内他一定要这样做下去，为什么？人家记者就问他说：“你认为这个川普，我们在这个关税战之中，如果我们打败的话，美国人民要负担多少？”他说：“啊，这只会负担一点点而已。他的一点点哦，对一般家庭来讲，可能会压垮他们的生活。对，但是他当然要这样讲啊。你要知道，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跟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都已经判你违法了。你就算援引1977年那个时候的叫《国际经济权利法案》，也不是身为总统可以一意孤行就加征了各国关税从15%到50%，像这样额度的，这不是你一个作为总统人可以一意孤行的。但是他已经做了，那他做了怎么办呢？他只好告诉你说，万一美国因为关税战被最高法院宣判败诉，要赔20兆。赔20兆不是你看得见的钱，还有看不见的是相对的投资，那还要再算进去，那就不止20兆。美国国债现在已经37兆了，你要再加上去吗？那就天文数字了。那可怜谁？可怜就是下一代。所以啊，美国的那个就说他的这个债务到底怎么样？那个川普就讲了，很简单，我们现在已经有收入了，对不对？我们对巴西、中国啊。加拿大等等地方，我们所征到的这个关税呢，我们先发给中低收入户，这个一户发给2000美金，哇，听起来好像很多的样子，而且排富，就是说多少收入以上的人，这些富有的人拿不到，我有排富条款，这样听起来好像皆大欢喜，对不对？可是我请问一下，你这个2000美金是每个月要发吗？还要发到什么时候？他根本没有明确的决定，也许发1个月就没钱了，就跟现在联邦政府没有预算，因为政府 shut down 是一样的道理。到底要发多久？不晓得。川普他就是从来讲话没有负上任何责任的，所以WTO 的那个秘书长拉米他就讲，他语重心长，他就讲，我说他说川普，你要是要这样继续玩下去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将来这个已经是变成大国之间的供应链之战，也就是说，你现在只是看起来是中美贸易战，可是我可以告诉你，50年后，就是说这未来的50年，通通都是大国的供应链之战。很简单，就是什么稀土之战，对，晶圆之战，
晶片之战、高科技 AI 之战，美国，你确定你能够打赢吗？对这就是重点。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2026年中国大陆这一回亮出它的稀土定价权的一个王牌。那 G7 开始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他们是慌张了，现在聚在一起讨论要来设这个稀土的价格底线。那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则是不断的祭出它的深海的豪赌，在这边要挖这个稀土矿。不过呢，会不会沦为笑话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2026才刚开始，我们要来看到大陆现在呢亮出它的今年的第一张王牌，正式宣告呢，稀土价格武器会成为它的一个王牌战。因为呢，我们要来看到1月9号正式上线的这个是中国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在这边它有了一个全新的稀土价格指数，也全面的上线了。指数涵盖的范围包括了许多的稀有的稀土，不管是从蓝到钋到铼等等都是。那涵盖的这些范围包括了每日的成交价、单周的价格指数，还有单月的价格未来预期。现在可以看到股东的结构也相当的完整，一共是13家来自于中央跟地方企业一起来出资的。所以呢，可以看到包括了这个北方稀土啊、中国稀土等等企业都涵盖在范围当中。所以可以看到中国从这个原料开始掌握源头，一直到加工，甚至现在还掌握了整体这个定价权的垄断，被视为是稀土3大步骤的大战略。等于掌握了全球的话语权吗？它未来可以做一个官方的定价锚吗？上次哥怎么看？哇，2026年如果对全世界资本圈来说，这个中国大陆推出这个稀土的交易所，真的是震惊四座。而且要知道，这个美林高盛啊、包括野村都没有掌握到前面有任何迹象信息。所以中国大陆真的是有备而来，而且推出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其实是一个整体，得是凭空出世，在沙漠中，广大的资本沙漠中，它萌生个绿洲啊，所以会很吸引到很多人关注，甚至会投入。为什么这样讲？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么做啦？首先，我们先来看，首先，在整个稀土来说，它基本上在长期从这2年被视为是中国大陆的国家政治操控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有很多东西对于一个中国的指责，而且有很多的怀疑、很多悬疑，很难相信。现在下放到一个市场机制，所以当你有个具体的交易所，都是电脑在交易，也有监管的部分的体制的时候，它会从国家控制变成仿佛是市场在流通哈。第二部分是各位要知道，稀土管制成本对中国很高，你抓大放小，抓小放大，整个政府部门里头有多少人做这些事情，海关都累死了。所以当它变成个市场交易的时候，就是第3点。一旦完成这交易所的时候，因为价格会清楚，因为流动清楚，所以它就反而变得相对透明。什么意思？谁买，谁在操作，谁在卖，这些东西的所有的需求会因此就不用中国大陆用情报系统去掌握了，市场都追踪得到，而且秀的实力就让你看到13家，大家都不知道稀土是谁，这13家变全世界最厉害的13家公司，所以可以拉抬整个在稀土产业的市场性。所以在这点，我要注意，中国大陆最近有整个大的结构，包括黄金。那其实对资本投资有概念的时候，其实这整个概念是什么？是学伦敦金属交易所。我们知道 LME 伦敦交易所它已经发展了上百年了，它当时其实就为了不锈钢材这件事情，所以它金属交易包括了铜、铝、镍、锌，包括铅、锡，主要这2个。后来金跟银也可以交易，所以它掌握了这个权利。伦敦很厉害哦，当时连伦敦佬它什么概念？它就是做期货交易。在这里，大家买3个月之后的去预测那个价格再交易，然后呢又有期权，你买不了矿，你买它的权利吧。还有伦敦最厉害的是，也可以在伦敦交易。我因为过去曾经有这个长辈带我这个操作一下镍矿哈，所以我完全了解过程。伦敦的厉害之处就包括我比如买了1吨的镍。我是可以真的交易，然后在伦敦做矿物提出来。中国大陆现在正在进行的，比如说像黄金，黄金可能放在上海，但它的交易像香港未来会成为黄金另外一个新的交易所。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现在要挣脱全世界对它的各种的资本结构制度的控制，它开始长出自己的结构。黄金可以猜测它要平衡别人，平衡美金，但稀土这是中国大陆的绝对权威，令人侧目，也值得关注下去哦。
好，所以看到稀土正式的进入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交易金融市场里面，那被视为是稀土界的上证指数哦。所以呢，我们看到欧洲国家看在眼里，现在可紧张了。包括 G7 的财长，赶快呢就说，我们现在赶快聚在一起吧，讨论一下现在到底该怎么做呢？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一位是 G7 的财长，他在华盛顿这边召开的紧急会议，直接点出了财长贝森特的心里话，就是说，赶快吧，我们一起设立所谓的稀土价格底线。不要被中国大陆给完全掌控了。但是现实是 G7 他们其实矿产需求非常高，全球的话他们就占比的大概达到60%。但是讽刺的是，包括了说这个稀土他们拿不到货，没有加工配套，又没有成本优势，到底要怎么去掌握这个定价，跟中国大陆来比拼呢？大师怎么看？对，因为你要掌握它的定价的一个权利哈，你前面要有2个先有的基础。刚刚也提到，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原料你要垄断；第二个，加工的技术你要垄断。对，那所以这个东西你才有定价权的垄断。那也就是中国建立一个市场，这个市场用市场机制来决定这个价格，也就是中国本身的13家或23家稀土产业之间的这个价钱这个相关的产品的价钱它透过这个交易市场这个市场机制先做一个整合，那你这个价格出来以后，你外面可以不从了，不从你就到别的市场去买了，对不对？你一定买不到这个价钱。那也就是说，我有这个价钱，我有这个定价权，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怎么样，这个所谓的这个加工的垄断在中国的手里，尤其重稀土的加工，几乎90%以上是中国大陆。那你原料，中国大陆不见得是完全垄断，可是呢？那也已经说是大部分中国大陆可以控制了，那问题就变成你的加工垄断是中国大陆，那所以你这种重稀土的话，那中国的市场机制决定了一个中国所有这些出产稀土国家，大家都照这个指数来定价的话，你想到中国来这个在中国的不同市场中市场的混乱价格中你捡便宜那个是捡漏是没有机会了，那更不要说外面中国市场外面。这一些还有的这个，比如说澳洲的或者说美国还有1-2个这个稀土工厂，你只有跟着中国价钱走，因为它绝对没有办法跟中国的产品做什么，做这个竞争它的成本一定高于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中国大陆抓住这个机会把整个一整类的产品抓到自己手里来定价，这个是一个在中国在全球性的竞争里面那掌握了一个先机，也掌握个优势，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把中国市场自己本身先整合起来，联合起来，这就很重要。中国市场的中国厂商彼此大家怎么样不恶性竞争，大家都怎么样顾及彼此的这个。做一个底线的一个，要从市场机制里面做出一个指数出来，对，你就不要乱定价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就变成必然会成功。那等中国大陆掌握了定价权，那将来即使是西方很多国家，它在生产的过程中在取代中国的稀土一定他们会有越来越多的稀土。可是呢，他们已经把定价权已经交给了中国的手里面将来要跟中国竞争的话，会更加增加难度。好，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掌握了这个定价权之后，不只是欧洲国家紧张，其实另外一个国家，东亚的日本也非常的紧张，因为中日关系先前陷入非常紧张的气氛，所以中国大陆不是对这个日本加强在居民两用的这个物资出口管制吗？这当中就包含了稀土，那所以日本呢，他就要自己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自己来开采稀土，于是他们就是在这个南辽岛深海稀土这边来做开采，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画面上可以看到，它也面临到了许多问题，不管是它的稀土矿船水深的问题，或者是它这个大规模稀土泥浆开采的技术挑战，或者是它的成本都甚至最多比大陆高了数十倍等等，都有非常致命的问题。再来就是确实中国大陆掌握了90%以上，从稀土的精炼一直到加工等等，就连唯一可以帮忙日本的美国，它的这个唯一的稀土矿加州的这个轻稀土矿80%都还是要运回中国大陆去做加工。那日本这场豪赌到底能不能成功？干哥怎么看？好，我们先不说到底能不能成功，我们要先看它到底要在多深的海底去挖稀土矿
这个其实是在多久？4年以前啊，日本的海洋研究机构 JAMSTEC 这个机构他发现了，说在小笠原群岛那里面的南鸟岛啊，小笠原群岛距离东京2000公里，很远啊。但是这个就是偷袭珍珠港当年日军联合舰队的集结地。这个地方的水很深，这地方是专门供应就是大型军舰啊，准备开拔往前进，而且那边的天气在太平洋里面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小笠原群岛其实老实讲一句，日本很重视一块区域，所以他们做很多科研。结果真的在4年前就发现说，哎，这海底有稀土哎，不过平均深度是多少？6000公尺。6000公尺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铁达尼号沉在多深的海底？2000公尺。是，它是3倍。你3倍，你有没有这个技术跟能力？我现在讲一句实在话，除非国家支持，也就是说，不是叫一个科研机构去动手挖，他其实用了3个礼拜的时间试挖看看，在2470公尺的地方，他们挖到了一些样本，去这个比对之后，发现这些稀土有地、如、山等等这些稀土的基本元素，觉得这非常有开采价值。然后它的那个钻头哈，那高差不多70公尺。然后呢，他们就说，那个巨型钻井水管啊有60条，他们说这些装备去挖的话应该够。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远远不够。为什么？这就有点像什么？就像有点像你在月球采矿一样，那是多么的艰难呢？我来讲一下海水采矿有多难。我讲一个趣事给大家听。2018年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以前是我们的台中市长，他跟德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司叫霍夫曼探勘公司说，要在台中市的外海，他要开采这个每年可以开采出多少吨的那个镁或锂，你知道？结果发现是骗局一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霍夫曼来跟他张灯结彩来握手，然后盖章，然后签那个合作备忘录，结果我们国内的媒体一查，霍夫曼在那个德国是巴伐利亚乡下的一个民宅里面的一人公司，就一个人而已。我们，然后他说他要在台湾投资1100亿，结果马上打电话回去，人都跑不见了。他到底拿了什么好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讲这个小故事的原因是告诉各位，外国也会来骗子的。所以日本说他们要开采这个小笠原群岛里面的稀土矿产，我觉得根本就是不可行。我怀疑啊，当然日本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但他们怎么会异想天开到，就算你提炼出这样子的稀土元素，你还不是要送回中国去提炼？因为你没有精炼技术。日本现在正在就是说想尽办法从澳洲、从美国进口稀土，然后也提升自己的精炼技术，但是那要好多年嘛，就跟氢能源一样，那不是2天做得到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听起来都觉得像天方夜谭一般哈。我认为还是回到现实面里面来。地球号你挖不到的，就算你挖到了，你会发现很难提炼。当你在就是说中途发现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计划整个给抛弃了。这只是给国内的一些民众或者产业增加一点信心而已，对于实质的这个稀土产业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